创魔湾的阿童木在近期呢也是终于落地了，算是盼了很久的一款产品了，毕竟有 IP 的附加属性。那作为一款 IP 授权产品呢，其实我觉得价格这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毕竟 IP 的附加价值是我们无法估算的，因为产品演示、玩法介绍在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视频了。我们主要还是看一下品质这一块能不能过关。早期的古力特让我对创魔湾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不过这款阿童木确实还可以，提升蛮大的，但是也有缺点。首先是零件的工艺上面非常平整干净啊，也没有出现杂质。值得注意的是，红色和黑色它并不是一层预涂装漆面，应该是用了一种光亮面的工艺啊。所以普通版和豪华版在最终外观上面呢，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内置的骨架上面了。这里的金色、银色以及这个类似藏蓝金属色的颜色都是带有预涂装的。在3种金属色的点缀之下呢，这个骨架的内部表现还是非常精彩的。而这套骨架的设计呢，实际上是我觉得创魔湾这一次做的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大的一个亮点。整个套件呢冠以骨肉皮的设计理念，但是骨肉的效果做得太好了，直接就把皮的优势给掩埋了。完整骨架的存在呢，使阿童木的形象变得更立体且合理。整个产品的拼装过程最有意思的就是骨架的构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骨架上面这些电器元件都是我们一块一块安装上去的，所以代入感非常强。不过整体逻辑还是以服务外观为主所以这些电器元件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法，主要是以装饰为主。反观外甲，虽然在拼装逻辑上面没有与骨架发生斗争，但代入感就要逊色不少了。同时，为了保证换装玩法的流畅性，所有外甲几乎都是前后合的结构。从正面看，外观完整性和一体性都非常强，但是从侧面看呢，就会有比较明显的缝隙，算是做了一种比较明智的取舍吧。正面唯一观感比较突兀的就是腹部和裆部，这里是有一道比较明显的缝隙，可以看到内部的骨架特征，效果虽然还不错但影响到了外观的整体性。外甲的选择上面呢，还有一套半坡样式的，是普通版里面也附带的，搭配上眼睛以及心脏部分的磁吸灯组呢，表现效果非常好。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购买灯组和电池的时候鱼漂灯可以选择性的购买，因为套装内是没有给飞行支架的，而且鱼漂灯的操作也比较麻烦，除了拍照，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在多套外甲的选择里面呢，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一套机械透明的外甲，但这一套外甲只在豪华版里面附属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可惜的。没有把全透明的外甲下放到普通版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套全透明外甲去购买豪华版本，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要突出豪华版的优势。这一套透明外甲安装完成以后，可以看到外甲的内侧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细节刻画的，因为有一定的导光性，所以搭配上装配台呢，外甲呈蓝色效果还可以。提到装配台，这个东西占空间面积非常夸张，全长已经超过40公分了，没有太多的细节刻画，整体轮廓还是比较简单的。大块的深色零件呢，相对比较干净，没有过多的水纹。整个结构和设计逻辑呢，我觉得没有主体代入感那么强。很影响拼装体验的是，把电路板往透明件上面固定的时候，是往透明件里面打螺丝，套件内附带的小螺丝刀不能很好的去施力，需要借用一些其他工具来辅助完成，算是整个豪华版下来体验最差的一个部分。这里其实我觉得完全有优化空间的，最终效果倒是不用说很不错。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一款产品品质是过关的，但是并不适合把玩，作为一个摆件会更加合适一些。我的总结呢是观赏性不错，但把玩体验一般，套件的完成度很高，但还有提升的空间。如果你对这款产品有其他的看法，也可以给我留言。那么这里是不知名贫困学子，来日方长，我们很快再见。说句题外话，这个冰箱贴是真的好玩。